看见我的衣服，你说什么？你唱一下。我的中国心。好，太好了。中国心在这儿吗？中国心在这，对。你看，你的呀，你们。对呀，这老板看见我穿这个 T 恤，所以他唱了《我是中国心》。长江，长江，黄花，黄花，是吧？对，唱得很好。Yaximo，这是我们的几个维吾尔族朋友在这里。我第一次来喀什，认识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哥哥也特别好，我们也非常高兴。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了。我是昨天从南疆的喀什坐飞机过来，5月到达的。今天早上我一打开窗帘一看，对面的那个山上有白雪，就说明那个山特别的高。我后来做了一下功课，才发现可能那个地方离这个乌鲁木齐市区大概40-50公里左右。那个山峰最高的地方是5445米。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雪比较喜欢山，所以我一看见那个地方之后，我就特别的兴奋特别感动。本期节目呢，我就想来说说我对新疆的感受。我是6月1日来到新疆的，到现在已经5天了。这次呢，我是第一次来到新疆，而我首先到的是南疆。我为什么要到南疆去呢？这与我在德国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的媒体大家都知道，过去2-3年来一直在报道或者说栽赃抹黑中国所谓的对新疆的种族灭绝。我肯定是不相信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眼见为实，对吧？自己拍一些素材，这样更有说服力。应该是前几期的某一期我说过这次来新疆我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体验来拍素材的。我就想看看真实的新疆到底什么样子。俗话说眼见为实，对吧？第一次来新疆，而且首先我就进入喀什地区。我为什么要到南疆去呢？因为南疆特别是喀什地区是维吾尔人特别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喀什它这个大地区维吾尔族人的人口占90%左右，汉族人口不到10%。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比如说塔吉克族如果你到喀什，到他们小镇、他们县城或者农村，可能当地全是维吾尔族人。接下来呢，我想总结下这几天我对新疆，特别是对南疆的感受。首先新疆的面积非常的大，有166万平方公里，大概几乎相当于5个德国那么大。大家想想看，5个德国那么大。新疆从南到北大概有2300公里，至少超过2000公里。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下，从喀什飞过来，飞到乌鲁木齐大概有1500公里左右。喀什再往南到边境大概有300公里，然后呢，乌鲁木齐再往北，我估计呢有500公里左右。那么这样满打满算大概有2300公里从南到北。而德国呢，从南到北大概是1000公里。新疆呢，只有大概是2500万人口，真正的是地广人稀。所以在新疆它的肉类特别多。因为地广人稀，所以它的人均资源就比较多，所以就可以饲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牛羊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新疆人吃肉特别多的原因吧。第二个感受就是新疆特别的安全。我这次首先进入西方媒体报道特别危险的地方喀什，就是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可以这么说，从到达喀什的第一刻起，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不安全。我觉得喀什或者新疆与我在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一样，都感到非常安全。真的，我没有1秒钟觉得什么危险的而且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他们说新疆绝对安全。他们说即使你午夜凌晨3-4点钟一个人出去也没有问题，即使是女士出去也没有问题。所以这种感受与我在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第3点，前面呢我说到一些，就是维吾尔人的人口占多数。比如说喀什地区占到90%，对吧？在这个乌鲁木齐这首府这里，我今天早上呢起来去散步，拍摄了一些素材。
大概我就目测啊，可能这维吾尔人的人口大概可以占一半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感受呢，是我在内地其他省份完全没有的啊。比如说我在广东、广西啊，或者上海，或者是那个山东等等，很少能够见到跟我们长相不太一样的这些新疆人。所以一来到，特别是喀什之后，我看到绝大多数都是这些维吾尔族他们长相的人，我就觉得很有一种异域风情吧。第4点，我这几天对新疆的感受呢，就是新疆人非常的热情，维吾尔族人也非常的热情，真的很真情热情。比如说这次我去喀什古城啊，有一家人我去参观了。首先我看到他们家的大门是打开的，然后我就问他们的主人，我很想去你们家里去看看，可不可以呀？然后那个家庭的主人说，当然可以了，进来吧，进来吧。我还专门拍摄了一个视频，就是上期我上传的。新疆人的热情好客还体现在另一个，比如说这次呢，我还去了喀什地区下面的一个县，叫刹车县，是哈秋莎的莎，车辆的车，刹车县。整个县有86万人口左右，比我们宫城县要多。我们宫城县只有24万人口，所以它的整个县城呢特别的分散，也比较大。我在刹车老城区走的时候，经过一个做刨冰的一个摊点，那个比较胖的老板就首先主动给我打招呼，然后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告诉我他还去过广西南宁呢，我感到非常的奇怪啊，我也好奇。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新疆人会去南宁呢？他说他去了那里的牲畜交易市场，估计他是把新疆的羊肉啊或是牛肉卖到广西南宁去。然后他非常主动的邀请我去他的家去看看。说到这里我感到非常遗憾，就是那1-2分钟素材我没有拍下来，我是用大疆的那个口袋机拍的。当时我按了暂停键，然后呢我就一路走到他的家，进入院子，我想拍摄，我以为我又按了那个暂停键，原来是暂停了，又按的话那就继续拍摄，对吧？哪知道我没有，所以呢我参观完他的房子之后，我回家想导出我拍摄那些素材，发现哎呀妈呀，那1-2分钟没有拍下来，所以我感到特别的遗憾，对自己我也特别的恼火，因为像这种非常好的素材我真的错过了。哎，真的。那我就描述一下吧。这个维吾尔人他在县城的老城区有自己一个相当于一个独门的一个院子吧，不是独栋啊，就是旁边还有其他的人家，就是有点像中国北方的四合院一样，有个大门，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可以把门关起来，然后呢里面就是一个院子了啊。它很典型的新疆，种了一些葡萄，然后呢搭了一个架子，全部的葡萄叶呢就铺满了那个架子，所以你进去之后呢，感觉特别的阴凉。两边放了各2张还是3张那种沙发床一样的东西，它是平的啊，大概宽度有1米多1.2米左右，长度可能就2米。也就是说晚上你不想在房间里面睡觉，其实也可以在这种沙发床上睡觉，因为不下雨吧，所以无所谓，应该可能没有蚊子。这里除了葡萄之外，它的院子里还种了什么无花果啊、石榴啊、桑葚啊等等。现在正是桑葚成熟的季节，我还去摘了几颗来吃。我发现它的桑葚要比我们广西的呢更甜一些，我们广西的桑葚更大更长，这里的桑葚短一些，但是非常的甜。刨冰，刨冰，对，新疆的特色。对，新疆特色。对，我原来不敢吃，因为我怕那个不拉肚子。然后这位老板说，这个冰呢是从冰川运回来，冬天的时候，可能从帕米尔高原的冰川吧，对吧？哎，几多年的啊，这是冰糖里面啊。对对。啊，然后有酸奶。对。刚才我去了他家去参观，非常漂亮，里面。在这儿喝，把那个杯子给他。我在这里喝。在这儿喝吗？
然后你要泡一下是吧？行。我泡一下这个泡不了那个，我不会，太多了这个，泡这个不行这个。有的人泡得很高啊。这个看是年轻人嘛那个。啊。我老人嘛不会那个。好的，谢谢。来走。等一下，我自己拿。看见我的衣服，你说什么？你唱一下。我的中国心。好，太好了。中国心在这儿吗？中国心在这，对。你看，你的呀这边。对呀，这个老板看见我穿这个 T 恤，所以他唱了《我是中国心》。长江长江黄花黄花，是吧？对，唱得很好。哎，老了，控制不过。现在不老了吗？我唱。大厉害。所以说这里说的热情好客，我已经遇到2户人家，而且都是维吾尔人。他们一个是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去看看，另外一个呢，在我的有礼貌的询问之后，他们欣然答应让我进去看。第3个例子说明维吾尔人热情好客，就是我在喀什入住的那家民宿，那个前台的小哥是个大概20还是22岁的维吾尔族小哥，他的汉语讲的还真的不错。然后呢，他就非常热情的跟我交谈，给我介绍维吾尔族人他们的那个生活或者文化。然后呢，有一天应该是前天吧，他有3个哥们儿一起呢到那个民宿去玩。这家民宿的老板是个汉人，是在新疆出生的啊，也就是他也是新疆人。这个老板是个女老板，她特别豪爽，然后呢，可能对员工也不错吧。一般来说啊，老板是不愿意看到你，比如说你在酒店当前台，然后呢，你那些哥们儿隔3差5的到酒店来跟那个工作人员玩耍，对吧？会影响他的工作，一般可能老板都不允许这样做。但是这个汉族的新疆人老板就允许他的维吾尔族员工，他的哥们到那个地方去。我还拍摄了一小段，大家可以看看啊，这4个人他们有4个不同的面貌，对吧？其中有一个呢特别的白，跟我在德国或者在南欧看到的他们西方人好像没有很多的区别。然后他跟我开玩笑说啊，他到了全国其他省份，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打引号的外国人。好，现在我们跟阿地利说几句话。是在民宿的一个帅哥，他在这里工作。对。跟他的2位哥们在这里喝酒啊，谈天啊，对吧？你们都会说普通话吗？对。会说国语对吧？对。好，你们都是维吾尔族吗？对。维吾尔族。但是你们3人的长相不是特别一样，是吧？对。比如说中间的那位区别更大，对吧？像个老外是吧？有点像外国人。如果你去广西，人家以为你是外国人了。Yaximo，这是我们的几个维吾尔族朋友在这里。我第一次来喀什，认识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哥哥也特别好，我们也非常高兴。谢谢。怎么说？对。Rahmat。对。这次我来新疆，第5个印象就是新疆很世俗化。哎呀，说起来我感到呀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对新疆有很多误解。来新疆之前，我真的想啊，他们很多当地的维吾尔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可能每天都会去清真寺里面去祷告，有的甚至去5次等等。但是我来到之后，我觉得大错特错了。这里我得说一点啊，我这次来的短短这5天走马观花，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在我所到的地方，比如说在喀什啊，还有在沙车啊，现在是乌鲁木齐市啊，我发现呢，并没有那么多清真寺。在网上不是说在新疆或者在那个中国西北地区有很多很多清真寺吗？但是我真的没有发现，是不是这里的清真寺跟普通建筑没有其他的区别呢？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啊，清真寺肯定是那种典型的传统的那个穆斯林的风格，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比如说在喀什，真正的那个清真寺呢，我只发现一座，那就是在喀什古城。这也是西方媒体经常去拍摄那个角度的，而且西方媒体喜欢用滤镜，所以拍出了总是灰蒙蒙的那个地方。但是我那天我去了之后，很好啊，
很多人在玩耍，因为是周末，应该是礼拜六吧，所以人山人海，做生意的、散步的或者外地的游客在那里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看我频道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过，比如说中东一些国家，埃及呀、摩洛哥啊、突尼斯啊，这是北非的一些国家，对吧？然后呢，中东的，比如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什么卡塔尔、也门等等等等这些国家，对吧？至少我去过的北非这些穆斯林国家，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埃及。说到这个埃及啊，我有些方面我就感到特别的不习惯。比如说在埃及作为游客，我劝你不要在清真寺的附近入住酒店。在埃及这个国家，应该是每天要祷告5次。那里的音乐，它是那种高音喇叭放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动听的音乐，而是哇哇哇哇哇的啊，每天都在喊。当时我第一次去埃及的时候，午夜大概是不知道，我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凌晨，不是2点就是3点左右吧。那个喇叭突然就响起来了，那个分贝特别的高，而且是讲阿拉伯语的，它伴随着那种单调的音乐，然后宗教领袖喊话，我真的被这样的噪音吵醒了，我真的非常气愤啊！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这背景，为什么突然凌晨2、3点钟还有那么响的音乐？后来呢，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呼吁大家、提醒大家要去这个清真寺里面去祷告。我真的不明白，凌晨2、3点钟，或者凌晨4、5点钟，谁有精力去清真寺里面去祷告啊？大家都在睡觉呢，对不对？可是这就是比如说埃及的传统，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噪音，而且不可忍受的噪音。但在新疆，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听到，从来没有听到有这样号召大家去礼拜、去那个清真寺的音乐。然后我发现啊，新疆这些维吾尔族很世俗化啊，女的几乎没有见到戴头巾的，更别说穿一身那种袍子了，就像那个阿富汗那些妇女一样。在新疆，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而且我大胆的认为啊，在新疆，即使是南疆也一样，男女平等，因为那里的女性啊都能够正常的去参加工作。甚至我有一次滴滴打车，就是一位维吾尔族的女司机啊，因为考虑到不太方便嘛，所以那次打的我就没有跟她说什么话，就是很礼貌的你好啊、谢谢等等，其他就没有了。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公交车司机，也是维吾尔族的女的，所以我斗胆的说，也许不是完全对啊，但是我相信我是对的，就是在新疆啊，男女平等啊，还有女性的解放做得非常的不错，与在全国其他的省份自治区没有任何区别。